大家好，今天是2024年10月17日，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召开一场罕见的紧急新闻发布会。住建部、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央行、金监总局等多个部门的大佬齐聚一堂，声称要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但是，朋友们，这哪里是什么平稳健康，分明是病入膏肓，急需抢救啊！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。首先，最触目惊心的是外汇储备的惊人流失。10年前，2014年，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一个让全世界都羡慕的天文数字3.99万亿美元。但是到了今年8月，这个数字已经缩水到了3.283万亿美元。简单算一下，这10年间，平均每年就蒸发了700多亿美元。各位，700亿美元是什么概念？那可是2.2万亿新台币啊！想象一下，这么多钱足够在台北101大楼里堆满整整50层，而这仅仅是1年的损失，10年累计下来，那就是22万亿新台币，相当于250层的台北101都装不下。更可怕的是，这期间中国每年可是有7000到8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呀。按理说，10年下来，外汇储备应该增加7到8万亿美元才对。但现实呢，不增反减，足足少了15万亿美元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中国有一个巨大的黑洞，正在疯狂吞噬着外汇。这个黑洞就是疯狂的资本外逃。有人可能会说，没关系，中国不还有庞大的国内市场吗？股市不是一直被吹捧为价值投资的天堂吗？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天堂现在是什么样子。上证指数从3731点跌到2635点，跌了将近30%。这还不算惨的，深圳成指从16293点暴跌到7683点，跌幅超过了52%。最惨的是恒生指数，从31183点狂跌到14597点，跌幅高达53%。朋友们，这哪里是什么慢牛、价值投资，这分明是一头发疯的野牛，正在疯狂践踏着无数中国老百姓的血汗钱啊！中国政府看到这种情况，慌了。9月24日，他们紧急降准2码，同时向市场注入80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。结果呢，市场反应冷淡，3天之内 A 股又暴跌了16%，人民币汇率也跟着暴跌1600点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市场对中国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。政府的救市政策就像是在给埃博拉病人贴创可贴，根本无济于事。但是这还不是最可怕的，真正让人夜不能寐的是中国的就业市场正在悄然崩塌。根据全国工商联的最新报告，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在过去1年就裁掉了31.46万个工作岗位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每天有862人失业，每小时36人丢掉工作。而这仅仅是500家大企业的数据，全国14亿人口的就业形势恐怕只会更加惨烈。更让人稀罕的是，这些企业的利润其实增长了近3%，达到了1.69万亿元人民币。但他们还是选择了大规模裁员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这些企业家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已经完全失去信心，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最后的准备。制造业的情况更是雪上加霜。在这500强企业中，制造业占了 66.4%。大家都知道，制造业一直是中国经济的支柱，也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。但现在，连这些龙头企业都在大幅裁员，那些中小型制造企业恐怕早就已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了。我给大家算个账，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推算，全国至少会有几百万人失业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几百万个家庭可能会陷入困境，社会矛盾将会急剧激化，到时候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荡，我不敢想象。
再来看看对外贸易的数据，简直是雪上加霜。9月份的出口增速只有 2.4%， 创下了半年来的新低。进口增速更是惨不忍睹，只有 0.3%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外需在萎缩，内需也在崩塌。中国引以为豪的世界工厂地位正在摇摇欲坠。更糟糕的是，最新的工厂主信心调查显示，中国9月份制造业活动急剧萎缩，新出口订单已跌至7个月来的最低水平。这意味着未来几个月，中国的出口形势可能会进一步恶化。到时候会不会出现大规模的工厂倒闭潮？会不会有更多的工人失业？这些问题恐怕连中国政府自己都回答不了。面对这种局面，中国政府显得手足无措。10月10日，他们匆忙推出了一个振兴私营经济的新法律草案。但是，朋友们，这种亡羊补牢式的做法，真的能挽救中国经济吗？我看悬，因为问题的根源不仅仅在于法律，还在于整个经济结构和政策导向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在这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，竟然还有大量90后年轻人在疯狂炒股。有消息称，有人4天就亏了32万元，而且很多人还在用信贷资金投资股市，这简直就是在火上浇油啊！中国多家银行已经发出警告，严禁信贷资金流入股市。但是大家想想，在经济下行、就业困难的情况下，那些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会听吗？与此同时，中国政府还在采取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措施，比如最近财政部、税务总局和水利部联合发布了《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》，从2024年12月1日起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试点。这个政策表面上是为了保护水资源，但实际上可能会进一步增加企业的成本负担，特别是那些用水量大的制造业企业。在当前经济形势下，这无异于对已经奄奄一息的企业再踹一脚。中国人民银行10月14日公布的数据也令人担忧。9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 1.59 万亿元，虽然环比多增6900亿元，但同比却少增7200亿元。住房贷款增加5000亿元，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700亿元。这些数据表明，尽管政府在努力刺激经济，但效果并不明显。企业和个人的借贷意愿都在下降，这反映出市场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深深忧虑。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，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其危险的十字路口。如果处理不当，很可能会陷入类似日本失去的10年那样的长期衰退。事实上，《华尔街日报》的专栏作家凯斯勒已经警告说，中国可能步上日本后尘，迈向失去的10年。他还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，最终可能根本就不是资本主义。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，因为它直指中国经济问题的核心体制问题。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，仅仅依靠短期的刺激措施，中国经济很难真正走出困境。中国经济现在就像是一个危险的多米诺骨牌，外汇储备持续流失，股市大幅波动，就业市场萎缩，外贸优势减弱，内需不振，政策效果不佳，这些问题互相影响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，都可能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。作为普通人，我们能做什么？我的建议是保持警惕，理性投资，量力而行。不要被短期的市场波动所迷惑，也不要轻信政府的喜报。记住，在经济的汪洋大海中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在为自己负责。好了，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，希望大家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，在这个动荡的时期，保重自己，让更多人看清中国的真相。别忘了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